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菲亚边边，今天和大家说一部旅游景点宣传片《昆池岩》。影片一开始，俩熊孩子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男子汉，大老远跑到昆池岩，撬那间传说中没人能打开的402房间。忽然响起一个诡异的声音，画面戛然而止。再回看时，门上居然有一双眼睛。后来这俩小孩就失踪了。然后就是背景介绍，大家都知道韩国也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韩国人又不会手撕鬼子，所以就遭到了日军的大屠杀。为了掩盖尸体，就在上面建了一家名为昆池岩的精神病院。后来昆池岩一度成为韩国最优秀的精神病院，那业绩哎呀妈卡卡的，去他家住院都得摇号。突然有一天，没有一丝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院长失踪，所有患者集体自杀，就这样昆池岩荒废了，成为了所有人练胆作死必去的旅游景点，同时也被评为世界最毛骨悚然的7大场所之首。所以一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的年轻人决定来一场说死就死的探险直播，因为观看人数能直接带来收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再说了，运气好还会有观众刷游艇，不是？这次参加探险的有4男3女，他们分别是我的团长、我的团、主持人、摄影师和一个炮灰男。至于那3名女生长得跟一个医生整出来的一样，我们就按照头发长度取名叫小短、小中和小长吧。参加这次探险唯一的要求是鼻孔一定要干净。看完片面的解说，你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留在帐篷里指挥工作，其他6个人穿戴上可以同时显示脸和视角的 GoPro 出发了。在路上，他们捡到了一条蕾丝加纳码的大裤衩子，来不及想这条内裤背后的故事，就把它绑在树上当路标，偏偏赌5包狗粮。只要恐怖片里出现路标，那么之后的剧情里就绝对会出现鬼打墙。在影片进行到1/3的时候，他们终于停止了叨逼叨，走进了昆池岩。主持人正在主持，身后院长室的门突然就关上了。所有人本着好奇心害死猫，反正又害不死我的心态，来到院长室，看到了院长和病人们精修过的合影。为了让作死来的更猛烈些，他们决定分开行动。小常和小钟刚来到1楼，小常就迫不及待的在墙上写下了小常到此一游，在他签名底下还有活着2个字。紧接着2人就来到实验室，发现柜子里有一只娃娃，小常一不小心撞翻了一个玻璃器皿，从里面掉出来一只发出恶臭的彩椒鸡。炮灰男和小短来到3楼的澡堂子，发现了墙上疑似人影的污渍，以及池子里的假发。还以为假发是人头的炮灰男吓得够呛，发出了朴实无华的惊叫声。观看直播的人数很快就突破了5万，我的团长、我的团笑得合不拢腿，决定办个招魂仪式庆祝一下。说白了就是坐在一堆穿着铃铛的红线下啥也不干。突然伴随着一声02响铃铛，铃铛开始往下掉。主持人和摄影师来到空房间给团长打电话，原来这些恐怖桥段都是他们仨设计的，其他人并不知情。这么一折腾，播放量马上10万加了。就在团长美滋滋的想着100万的播放量时，身后的煤气灶突然着了。他本以为是得罪了灶王爷，结果电脑也死机了，还停了电。好在没一会儿就恢复了正常。紧接着所有人进了1层的实验室，发现之前在柜子里的娃娃被人挪了位置。如果你有仔细看那张院长和患者的合影，会发现这只娃娃是属于其中一名患者的。不得不说，岁月没有在娃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因为他比所有演员的鼻孔还干净。不用说也知道，这个娃娃也是节目组安排的。这层直播结束后，团长再次分工，小短和炮灰男去4楼装灯，其他人来到3楼的诊疗室，发现到处散落着有洞的木箱。主持人为了走进科学，把手伸进了木箱，准备摸个奖。突然，主持人嘚瑟了起来，你以为他中奖了吗？不，箱子里好像有人抓住了他的手。小钟说：“你演的有点浮夸啊。”说完也把手伸进了木箱，没想到这次真的中了大奖。挣脱后的小钟手上多了几条抓痕，可是当箱子门自动打开后，里面啥也没有。小常的围巾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撩拨了一下。主持人和摄影师蒙圈了，剧本里没写这出啊，怎么还临时加戏呢？此时小短和炮灰男正在4楼装灯，所有人逃到了小常之前写的名字面前，发现之前的活着2字被调换了前后顺序，变成了自杀。此时小短和炮灰男正在4楼装灯，小钟和小常崩溃了，选择终止探险，准备离开这个鬼地方。而5星缺德又缺钱的团长对2名男生撒谎，说并没有出现灵异现象，一切都是小常和小钟在演戏，为的是让他们继续直播赚点击率。主持人和摄影师表示，这毕竟属于高危职业，想要继续就得加钱。团长一看播放量都到70万了，那就加呗。此时小短和炮灰男仍然在4楼装灯，主持人和摄影师来到器械室继续直播。这时一辆产自1948年的轮椅突然就成了精，身后的门也啪的一声被关上。再一回头，所有桌椅、锅碗瓢盆都被吸到了天花板上。不知道牛顿看完以后啥感想？所有东西开始到处乱飞，哥俩前后脚被砸晕了过去。另一边，小钟和小常找到了之前绑的大裤衩子，以为自己已经逃出了昆池岩，其实果然是遇到了鬼打墙。他们一直都在实验室里，根本没跑出去。忽然，小钟就莫名其妙的进入了高能模式。小常赶紧跑进了帐篷，但其实他进的是那间诡异的402房间。娃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他脚边。就在这时，小常的电筒照到了一个内急的大叔，俩人感情迅速升温。大叔迫不及待的给了小常一个爱的抱抱。摄影师醒了过来，找到了终于装完灯又开始撬门的炮灰男和小短。摄影师告诉他俩，之前是他们装神弄鬼，结果真把鬼给弄出来了。鬼也表示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于是402的门自动打开，大家明明很害怕，但在命运和编剧的安排下，还是走了进去。进去后才发现这里居然没门，也就是说他们今天想活着出去基本没门。很快这里的鬼眼3警
姐妹就给他们仨来了个免费换美瞳的服务。所有人在大演卡特兰化之后都领了便当。眼看观看人数就要达到100万，这群队友又要命不要钱，队长只能穿上摄影装备自己上。还没多久就遇上了一个喜欢背对背拥抱的女鬼，队团本着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的理念干掉了团长。最后这个作死团终于如愿以偿的把所有人都作死了。画面再次回到直播界面，显示人数只有502人。团长后来看到超过90万的观看人数，全是鬼帮忙给刷的假数据。到这里电影就结束了，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吓人，非常适合一个人在大半夜拉上窗帘关上灯，然后用88寸3D 电视把音量开到最大以后静静观赏。拜了个拜。